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眯着眼睛等着金光散去。可是我在原地等了半天，金光依旧那么耀眼，一点也没有退散的样子。我感觉事情有点不太对劲，立刻凑近了仔细观看。青铜宝箱里的是一枚一直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小圆球。永恒烈日特殊符文道具，一个恒定的光源可以不断的散发放光与热量。这有个什么用？我缓缓地伸出手，将永恒烈日抓到了手中。好像是一件符文装备，不亏。我将这玩意在手里拿着把玩了一会，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能用到的地方，就将其交给了小爱同学。将里面的符文记录下来之后，就归档存放到仓库里。车子继续向着核心地带方向赶去。车子向前前进了半个小时，忽然在一座大桥前方停了下来。怎么停了？指挥官，前方发现自动防御设施，如果贸然靠近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袭击。我向前望去，在我的面前是一座巨大的铁桥，在大桥的对面还有2座巨大的高塔。高塔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方形基座，外围是一个个巨大的金属圆圈，顶端有一个巨大的金属球，金属球上电光闪烁，不时后一道道粗大的电弧冒出，随后又消失。这是个什么玩意？根据现有信息推测，防御性建筑的可能性为78%，得测试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从远处跑来一只肥硕的兔子，那兔子低着脑袋跑着，直直的向着我的车轮跑了过来。就是你了。我蹲在了车轮边，等到兔子凌空一跃，撞向车轮的时候，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了兔子，随后猛地一甩，直接将兔子扔到了大铁桥上。他对眼前骤然的景物变化有些没反应过来，在原地转悠了2秒，才慢慢反应过来，转头又朝着我的车轮冲了过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金属高塔之上的金属圆球发出了一道耀眼的白光，一道粗大的闪电从金属圆球上激射而出，直接射到了兔子的身上。一道橘红色的电光闪烁，一股焦糊的味道弥散开来，那只肥硕的兔子瞬间变成了飞灰。根据现有数据分析，防御性设施可能性为99%。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金属塔的防御能力属实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。我估算了一下，哪怕自己穿着新型的电磁战甲，想要穿过的话，都有可能被高压电流打得短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仅仅只是露出来的一部分，在2座金属防御塔的后面是浓重的迷雾，迷雾散播的范围极广，一眼望不到边际，谁也不知道迷雾之中到底有什么。我想了想，把 RQ-180无人机派了出去，准备去高空侦察一番，看看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玩意。然而 RQ-180刚刚抵达迷雾的上空，还没来得及深入，一道绚烂的紫光从迷雾之中激射出，那道紫光直冲天际，击中高空中的 RQ-180，巨大的 RQ-180直接被打得凌空解体，我也失去了控制信号。这尼玛 RQ-180的巡航高度可是2万多米，而且还是最新和隐身气动布局和涂料，雷达反射面积很小，几乎很少有雷达能搜索到。这玩意在目前的科技世界里几乎是无解的，结果居然在这里连基本数据都没查到，就直接 GG 了。我有些生气了，我想了想，又派了一架死神无人机，采用低空突防的方式试图强行闯入，结果这一架死神无人机刚刚靠近迷雾，就被一道紫光直接击落。我就不信了，对迷雾区进行饱和式盲射，先来上一个基数，我倒要看看这里面的放空到底有多强。另外，那些飞天汽油具也都用上，自走机械用单兵云爆弹和电磁炮进行牵制。明白。小爱同学开始按照我的吩咐开始着手布置，一架架飞天汽油具被弹射到太空中，在附近区域盘旋组成编队，一辆辆自走机械从车里走出来，排开线列阵型，准备好了武器。而 MK 垂发单元格里也全都换好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，就连那些机械手臂也架起了地狱火导弹。开火！大量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冲破单元格，在空中逆转90度，向着迷雾区射去。一枚枚地狱火导弹拉着近乎平直的曲线，向迷雾区机械自走机械的支援火力后发而先至，一枚枚合金弹丸和单兵云爆弹向着迷雾区击射。半空中的飞天汽油具以战斗队形，铺天盖地的向着迷雾区冲去，大有一副荡平迷雾区的架势。然而，还没等这些攻击抵达迷雾区附近，就从迷雾区射出来了一道道绚烂的紫光。这些紫光急速而又密集，几乎每一发导弹、每一架无人机，甚至每一枚金属弹丸都有一发紫光负责。被这些紫光击中后，要么凌空爆炸，要么被洞穿坠毁，要么失去动能，要么偏转了方向。总之，这些攻击就没有一发能突破迷雾的防御的，甚至连进入迷雾区都不可能。我这次是真的被惊到了，这种情况我还是从来没见过。指挥官，要进行2次打击测试吗？先暂时停下，把一部分残骸收集回来，尽量寻找完整的。另外，把录像也整理出来，我亲自给莉莉丝送过去，看看她能不能分析出来什么。我将那辆用来推景色的那辆小车拉了出来，装上了不少自走机械捡回来的残骸，向着莉莉丝的实验室走了过去。看到我推门进来，
莉莉丝都快抓狂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别着急，来喝口奶茶压压惊。我早有准备，将一杯红豆奶茶塞到了莉莉丝的手里。哼！莉莉丝气鼓鼓地坐在小凳子上喝奶茶，一双脚来回晃荡着。喝完奶茶之后，莉莉丝的气消了不少，走到那些残骸面前检查了起来。一种高能量射线，应该是等离子射线或者其他性质近似的射线，辅助了超级防御系统。多项目标捕捉锁定程序很强，如果能得到的话，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。我知道很厉害，但现在问题是怎么突破？现在是咱们的对手掌握了这种玩意，我们得先突破这东西的防御，才能把样品给你拿来了，给你研究。这东西很厉害，硬打硬冲没有用，得到了样品，才能逆向破解出漏洞，然后突破防御。突破不了防御，我怎么给你样品？没有样品，根本无法突破防御。你等等，我捋捋，你的意思是，以咱们目前的手段是无法突破这种程度的防御？准确地说，从对方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来看，以常规的方式是暂时无法突破的。这有什么不一样？等等，常规方式，也就是说有非常规的，说来听听。非常规的方法有很多呀，比如你的那把黑伞，不是有个技能叫永恒屏障吗？举着拿把伞就可以直接突破防御，进入大桥的另一端。可是那个技能是有时限的，只有1分钟，万一到了对面，时间到头了，我岂不是直接落到了虎口里？所以就要想一点非常的办法。什么非常规的办法？一种1分钟内穿过防御，直接抵达核心的办法。怎么弄？当当当，就是这个。莉莉丝展开了一张设计图纸。这是什么呀？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我打开图纸一看，发现上面是一个巨大的弹弓。这是我最新发明的弹射装置，怎么样？厉害吧？绝对能在1分钟内飞越外层防御区，直接冲进迷雾区的最核心区域，到时候就能从背后抢夺样品了。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厉害的大头鬼，这不就是超大的弹弓吗？真的能行？而且就算是真的能飞过去，降落怎么办？反正有你的永恒屏障，又不会受伤，撞到哪里算哪里呗。冲击力失去了，自然就停了。车体强度能受得了吗？放心吧，这几次的车体加固可不是白做的，钛合金的骨架外加装甲，问题不大。而且这种等级的防御武器，你不想要吗？能挡住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性武器哦。行吧，那就试试看。很快我就将材料准备齐全，在公路上制作出了一个超大的弹弓。这东西真的能行？放心吧，我已经计算过了，距离绝对够用，而且有你的永恒屏障在，也不用担心那些防空设备的问题。总之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一切都交给我好了。好吧，那就再细你一次。我将车开到了弹弓的发射台上，两侧的悬臂也已经将弹弓拉到了最大值，车内的众人也各自抓住了把手，做好了防撞击准备。莉莉丝则意气风发地在发号施令：各单位做好准备，本车即将弹射起飞，请各位扶好坐稳，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启动。我感觉到一阵巨大的推背感从背后传来，车子急速向着前方冲去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我的车子就冲到了滑跃平台的尽头，随后整辆车直接飞了起来，数道紫色的射线从迷雾之中朝着车子射了过来。我早有准备，举起了黑伞，使用了永恒屏障，瞬间一个黑色的光幕如同弹壳一样，将车子的周围包裹了个结结实实，一道道紫色的光线撞击到黑色的光幕之上，就像是泥牛入海一样，半点波澜都没有激起。而我的车子则像是一颗黑色的炮弹一样，一头砸进了灰色的迷雾之中，穿越了一道厚重的迷雾之墙，眼前忽然豁然开朗。这是一个巨大圆形岛屿，成百上千的迷雾发生器伫立在岛屿的边缘，不断地散发着迷雾，将岛屿用迷雾遮盖了起来。不光是岛屿周围，甚至连岛屿的上空也是同样如此，整个岛屿完全被迷雾笼罩了，没有一丝可以窥探的死角。在迷雾发生器的旁边，矗立着一座又一座高大的铁塔，这些铁塔都和守在大桥上的铁塔差不多，顶着一个个巨大的圆球，上面电光闪。铁塔后面则是密密麻麻的如同激光发射器一样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将发射器对准了我，不断的发射着紫色的光芒，想要将我打下来。可是我的永恒屏障可是量子结晶，跨越位阶的存在，这些紫光想要打破根本不可能。在岛屿的最核心，一座巨大的金字塔伫立在岛屿中央，我只来得及匆匆地看了一眼，就随着车子一路跌落到了金字塔的脚下。我的车子一头撞到了金字塔脚下的玄武岩上，被撞的玄武岩上却冒出了一道淡金色的光罩，车子一头撞在了光罩上，随后被弹了回来。我望过去，好家伙，车头的装甲竟然微微地凹陷了下去。如果不是那些发射紫光的东西开始转向瞄准我，
我一定想办法撬几块下来研究研究。我直接在旁边的金属大门敲了2下，雕刻着繁复花纹的大门瞬间消失无踪。小爱同学开着车一马当先的冲了进去，我在后面举着伞挡了一波紫光，也跟着跳了进去。大门内侧是长长的甬道，我向着四周打量了一下，发现这里已经是外面那些紫光发射器的死角了，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听到甬道尽头响起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。有情况。走廊的尽头出现了一对身上缠着白布条、手持长矛的木乃伊，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向着我走来。在看到通道尽头的我之后，这些木乃伊就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，瞬间沸腾了，高举着手中的长矛，快速地向着我跑了过来。这些家伙绝对不是来请我吃饭的。近防炮，反击4门近防炮弹了出来，对着那些木乃伊扫射了起来。一连串金属风暴扫过，将这些木乃伊打得人仰马翻，断手的、断脚的、打断腰的，有的甚至直接被打碎了半个脑袋。这些家伙依然执着地向着我爬了过来。怎么最近遇到的都是这种不死生物？就在这时，甬路的尽头又传来了一阵马蹄的声音。我抬头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辆2匹马拉着的双轮马车出现在了甬路的尽头。马车上站着2个人，一个手里拿着缰绳，驾驭着2匹马，另一个手中则拿着大盾和长矛。又来新兵种了，给我试试成色！4门近防炮立刻调转方向，对着马拉战车扫射起来。然而，那马车上的持盾者忽然将手中的大盾一举，一道道金色的符文亮起，瞬间，一道金色的光幕将战车笼罩了起来。近防炮的30毫米炮弹打在光幕上，就像是打在了坚固的合金墙上。而那个马车上的持盾者更是直接跳到了马的后背上，手中的长矛向前平举，看样子是准备要将我一举刺穿。挑衅是吧？既然你这么作死，我就成全你。加速，开上去，撞死这个装逼的鳖孙！引擎发出轰鸣，小爱同学直接将速度加到了最大，向着马车撞了过去。我也学着对方的样子，举起了手中的黑伞，一副公平决斗的样子。踩在马背上的持盾者见状，眼中露出了不屑的神色。他生前可是决斗场冠军，100场不败神话，曾经单人猎杀了12头雄狮、8只猎狗、5只鳄鱼、1头大象和数不清的各种敌人，没有人能在他手持长矛的时候打败他。只要再过3秒钟，我就可以一举挑下这个人的脑袋，就是现在！持盾者猛地刺出了手中的长矛，准备将对方手中的黑剑拨开，随后顺势刺入对方的喉咙。然而，就在他刺出长矛的一瞬，那把古怪的黑伞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盾牌，他手中的长矛直接刺到了上面。就在他准备抽回长矛，转身等待交错时进行侧击的时候，他愕然地发现手中的长矛居然化作了灰烬。不光是手中的长矛，就连他自己本人，他脚下的战马、后面的双轮战车以及驾驭战车的御者，全都开始崩解，化作尘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然而，我的车子呼啸而过，将飞灰彻底吹散。大人，时代变了！卧槽！车子刚刚转过弯，我直接愣住了。在前方的甬道之中，密密麻麻的挤满了双轮战车，每一辆双轮战车上都是一名持盾者，密密麻麻的长枪闪烁着光芒。眼前的场景让我真真正正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长枪如林。这时，对面的这些战车也发现了我，他们齐齐地举起了手中的长矛和大盾，一道道金色的符文亮起，一道厚重的金色巨盾出现在他们的前方。一辆辆马车缓缓起步，向着我的方向逼近。那面近乎填满了甬道的金色巨盾也向着我推了过来，给人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。这真的是我现在能面对的，正常玩家绝对没有办法解决的吧？哪怕把460口径的众生平等炮搬来，恐怕也无济于事吧？这玩意简直就是 bug， 老子要抗议！幸好老子有撒手锏，黑莲绽放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一朵黑色的莲花在黑伞顶端缓缓绽放，108片黑色的莲叶如同108把利剑一样，寒气逼人。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，就连那些不断逼近的马车兵也停止了动作，抬头仰望着那朵盛开的黑色莲花，仿佛瞻仰什么神之一般。一阵微风吹动，莲花上的花瓣纷纷飘落，那些黑色的莲叶如同被风吹落的柳叶一般，在空中四处飘荡。它们碰到墙壁，墙壁上的砖块就化作飞灰；碰到马匹，马匹就化作飞灰；碰到人，人就化作飞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莲叶消失，通道内的战车也消失了，连一匹马都没留下。好厉害啊！走，继续前进。我开着车继续向前出发，再次转过转弯处，出现在前方的又是一条斜向上的甬道，在甬道的两侧竖立着一座座玄武岩制作的石棺。这又是什么戏码？难道是从石棺里蹦出来的尸体？就在这时，一具石棺缓缓地打开了，一个狗头人身的怪物从里面探出了头，向着周围张望着。按照埃及人的传说，这是死神阿努比斯的样貌。来了，来了！我猜的果然没错。我抽出了黑伞，做好了准备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
那个狗头人身的家伙看到我之后，嗷的一声怪叫，随后砰的一声关上了石棺，缩在里面没有动静了。这是个什么情况？被什么东西吓到了？我回头四处看了看，甬道里空荡荡的，除了我自己和车子，也没什么东西啊。我好奇的走了过去，屈起食指轻轻的敲了敲石棺。喂，阿努比斯先生，请问在家吗？有人吗？出来回个话。然而敲了半天，里面一声不吭，就像是死尸一样寂静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敲了半天没什么反应，我决定换一口棺材试试。我来到了另一具石棺前。有人吗？没人，给我滚！居然敢骂我！是老子提不动刀了，还是你们飘了？我从背后抽出了黑伞，扛在肩上，梆梆梆的敲着石棺。可是石棺里就是不吭声，一直在装死。不太对劲啊！我想了想，先绕了过去，想要看看别的弹棺有没有收获。可是，一连敲了7、8个石棺，不是没有人吭声，就是隔着石棺让我滚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见我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既然这些家伙不想出来找我的麻烦，那我也正好省事了。两者相安无事最好。我开着车在甬道上缓慢地向前行驶着，沉重的履带在玄武岩路面上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。看着通道两侧的石棺，我感觉里面似乎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。一个怪物赶出来，还真是奇怪。转过弯，我的面前又是一条甬路。这条甬路的两旁摆满了各种石雕，这些石雕同时用黑色的黑曜石雕刻而成，有普通的野生动物，狮子、豹子、鳄鱼之类的，也有一些幻想中的怪物。尽管造型各不相同，但他们的身上都雕满了符文。有符文，快靠近点，都给我拍下来。我现在对这些符文特别的上心。小爱同学的速度很快，不一会的功夫就将雕像身上的符文全都拍了下来。为了不出现遗漏，小爱同学甚至仔细的将每一个雕像都翻转过来，看看底座下面有没有什么隐藏符。过程中，那些家伙一声不吭，任凭小爱同学施为。那么，多谢各位配合了，我们有机会再见。车子向着下一层开动，转过了转角，我愕然发现前方的甬道忽然变得宽阔起来，两侧的墙壁也不再是玄武岩，而是一块块由巨大的黄金砖块拼接起来的壁画。通道的顶端也是一盏盏水晶吊灯，在甬道的尽头是2扇黄金大门，大门上镶满了各种拳头大小的宝石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我的眼光也开始迷离，脑子中出现了一个声音：得到它，一定要得到它。我缓缓地伸出手去，就在这时，忽然眼前弹出了一条提示：陷入催眠之中，强制唤醒。我感觉头脑中一阵的清明，整个人一下子清醒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陷入催眠之中？指挥官，大门上发现了大量的符文，是不是这个原因？小爱同学将大门的图片展现了出来，我发现那些大门上果然有着数十个金色的符文。小爱同学，把大门上的符文记录好，保存下来，以后说不定有用。记录完之后，直接冲进去。明白。小爱同学加快速度，直接冲了过去。黄金大门直接被撞开，车子冲进了一个巨大的大厅之中。大厅之内灯火辉煌，周围一圈都是巨大的书架，中间是一条鲜红的地毯直铺到前方。在大厅的尽头是一座9层台阶的黄金王座，王座之上一个娇小身影坐在巨大的王座之上，显得有些滑稽。那娇小的身影穿着一件黑色的兜帽，兜帽上还有2个猫耳朵，一抖一抖的，看起来有些可爱。手中拿的是一把比自己身高还要高2倍的巨大镰刀，镰刀似乎由白骨拼接而成，最顶端是一个巴掌大小的骷髅头作为装饰，白色的长柄上一道道血红色的符文闪烁着幽光。你是这里的主人？你就是那个骗了我姐姐的混蛋！姐姐，你姐姐是谁啊？我什么时候骗你姐姐了？他猛地扯下了自己不时抖动着猫耳的兜帽，露出了自己的面容。好好看看我的脸，现在知道我的姐姐是谁了吧？我认真地打量着对方的面容，越看越觉得这家伙和莉莉丝竟然长得十分的相似。难道他是莉莉丝的弟弟？莉莉丝可是另一个世界的原住民，只有一个妹妹，而且姐妹俩还进行了一次转生，现在妹妹还困在姐姐的身体里没出来呢。你给我让开，把我姐姐找出来，不然有你的好看。要是被人这么对我说话，我早就一黑伞过去教做人了。不过眼前的这个少年很有可能是莉莉丝的弟弟，还是谨慎点好，万一打死了，哪怕拿着虚数核心，都未必能复活过来。你等着。我转身回到了车里，进入了莉莉丝的实验室，一把拉起了正在画图的莉莉丝。干嘛呀？我的图纸正画到关键的地方，要是灵感没了，就失败了。不是我要打断你，是外面有个人自称是你的弟弟，非要见见你。你是不是没睡醒？我就一个妹妹，哪来的弟弟？我也没办法，他非要说自己是你弟弟。你去看一眼，要不是我就帮你打发了，省得打错了。好吧，好吧。莉莉丝一脸不情愿的被我拉了出来，看到莉莉丝从车里走出来，一直等在附近的猫耳兜帽少年眼睛顿时放出了光芒，倒提着巨型镰刀向着莉莉丝冲了过来。要动手！
我手持黑伞挡在了莉莉丝面前，小爱同学也将近防炮对准了对方。你闪开，别挡着我见姐姐。你认识这家伙吗？不认识啊，还有事没？没事的话，别打扰我回去画图。你果然是骗子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大姐头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小五啊，一天被揍20顿的小五啊，你都忘了吗？我身上还有你写的字呢，你要是不信，我展示给你看。猫耳朵帽少年说着，开始解衣服扣子。小五，人民穿越公路求生。听到这2个字，莉莉丝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但是想要细想，脑海之中却只有几段模糊不清的回忆。还敢脱衣服？看我不打死你！先等等。此时，猫耳朵帽少年解开了身上的衣服，转了过去，在他的背后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，一个区区18万字的符文都记录不下来，废物！一个符文模型搭建居然要300个恒星日，你怎么不推演到明年去呢？全书倒数第2大笨蛋，今天居然只修正了21万行符文代码，你今天又在摸鱼吗？今天没有别的事情，单纯就是看着不顺眼。看着猫耳朵帽少年后背上的文字，我的脑袋上冒出了黑线。您是个行为艺术家，好像有些眼熟。莉莉丝却痴痴地看着那些文字，似乎陷入了回忆之中。只不过回忆中全是迷雾般的场景，有很多面孔，但根本看不清楚。来，既然大家是熟人，那就坐下来慢慢聊。我挥了挥手，几个自走机械搬出了几把桌子和椅子，摆放在场地中央。3个人围坐在圆桌前。姐，难道你真的想不起我来了吗？有点印象，但是还是有些模糊。旺财，送点提神的浓缩咖啡和浓茶来。对了，要不你说说，说不定有助于恢复记忆。你之前一直口口声声的称呼莉莉丝是你姐姐，那你姐姐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呢？当然是天书馆核心，一切知识与智慧的最终化身，万法之书。你的意思啊？你姐是一本书？我惊愕地望着猫耳朵帽少年，又看了看陷入沉思的莉莉丝，实在是无法将莉莉丝与一本书联系在一起。确切说，转世前是万法之书的封面，因为最强大也最先诞生，所以都被我们称作大姐头。那她的孪生妹妹莉莉娜呢？当然是封底了，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，只不过因为转生分开了，转生之后自然就会重新融合为一体了。这时，旺财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，看到旺财，猫耳朵帽少年眼睛一亮：“哟，这不是趁夜君吗？你也在呢，看来你转世的时候没挑好载体啊，居然成沙漠狐了！来，快点给我撸2把。”猫耳朵帽少年说着，伸出手去撸旺财。旺财甩起尾巴，将猫耳朵帽少年的手扫到了。就你也想撸老子？只有香香软软的美少女才有资格。是吗？我闻言，将一只手放到了旺财的脑袋上。当然，伟大的老板，你永远都处于第一序列，旺财永远是你最忠诚的手下。旺财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头蹭着我的手，一副忠心狗腿子的嘴脸。切，真给我们丢脸！堂堂万法之书的衬叶，居然给一个普通的碳基生物当宠物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不被笑掉大牙？以后千万别说是我们万法之书的一份子。听到猫耳朵帽少年这么一说，旺财不干了，刚想要反击，被我拦了下来。等等，你说莉莉丝是你姐姐对吧？那还有错？亲的不能再亲的亲姐姐。从基因学的角度讲，莉莉丝是我的亲女儿，那么你应该叫我什么呢？当然是爸爸了，对吧？爸爸，快过来叫爸爸。难道说你认为莉莉丝根本就不是你的姐姐？怎么了？快点过来叫爸爸！这可是你姐姐生物学上的爸爸。难道你从心底里不认为莉莉丝是你的姐姐吗？爸爸喝茶。我将茶杯接过来，抿了一口，双眼一直盯着猫耳朵帽少年，生怕这家伙忍不住抱起动手。猫耳朵帽少年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莉莉丝，忽然长叹了一声，单膝跪在了我面前。参见父亲。猫耳朵帽少年一边说着，还将头扭了过去，一脸不情愿的样子。还真跪了。少年的动作让我也是一阵讶异。好了，起来吧。对了，还没问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将一个红包递了过去。这是改口钱。我是第5页，原本没有名字，不过转生之后必须要有一个名字，不然不好称呼，我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，叫武凤仙。我一口浓茶差点没吐出来。你叫啥？武凤仙啊。这名字不好，立刻改了。叫什么名字不好？非叫凤仙，这名字太防父亲了，尤其是义父。那叫武部。过不去了是吧？就在这时，莉莉丝似乎想起了什么。你是小五，负责记录符文与代码的小五。大姐头，你终于想起我来了。你想起来了？想起来一点。我转世之前确实是万法之书的封面，后来因为一场大战，万法之书被己方人马争抢，最后
万法之书被撕扯成2半，为了躲避追击，我让大家各自逃跑，然后进入小世界转生，等待机会重新聚合。对了，当时你不是带着小六、小七他们一起走的吗？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当时被人追得太紧，我害怕一起走不脱，就让大家散开各自逃命。他们也应该进入了各个世界转生了。小六和小九好像去了我临近的世界，剩下的应该去了更远的地方。当时太混乱了。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没错，虽然没想起来全部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的本体确实是万法之书，而莉莉丝则是我第一次转生的身体。因为当时受伤严重，再加上身体孱弱，导致大量的记忆被封存了。现在这些记忆正在自我缓慢释放，想要全恢复还需要时间。那这个万法之书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天书馆的核心，记录了天书馆之内一切的藏书，并进行推演演化。理论上是整片混沌海之中知识最齐全的存在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才会被各方势力盯上。那天书馆又是什么？混沌海呢？天书馆就是一个书馆，收集了无数的书籍，只不过我自从诞生开始就没有人存在，我也只是一直在按照最初做好的设定，一直在记录知识，进行推演，直到那天被人攻击为止。至于混沌海，则是这一片区域的统称，由无数虚数世界和茫茫虚空构成。我大体上就回忆起这些，更多的就想不起来了。怪不得。那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？大姐头，跟我一起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寻找到那些失散的兄弟姐妹，一起找那些家伙报仇。我当然是爸爸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了。大姐头，我确实是万法之书的封面，但是我也是爸爸的女儿。现在老爸的车子还远远没有达到无敌的存在，我怎么能放心让他一个人继续在诸多世界闯荡？所以我还要留在他的身边，一直等到他能独立生存下去了，我才能放心离开。这怎么可以？您可是万法之书，怎么能和一个碳基生物？闭嘴！怎么跟爸爸这么说话呢？你要是再说，我这就去研究一个附魔的七匹狼腰带，专门用来管教你。大姐头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想让我饶了你，很简单，滚过来帮我做事，还有把这些给我翻译过来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莉莉丝抽出了一叠厚厚的材料，砸在了武凤仙的脑袋上。啊？怎么？你不愿意？没，我愿意，我这就干。武凤仙连忙将那一叠厚厚的资料接了过来，开始翻译。武凤仙委屈地将厚厚的一沓符文翻译了过来，拿着翻译过来的材料，莉莉丝翻看了2页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大姐头，翻译做完了，是不是可以休息会了？才做了这么点动作就想休息？这里有很多工作需要做，闲着没事是吧？来，我这里有很多资料，慢慢帮我翻译。对了，先别往实验室领，先把它借给我用用，等用完了再还给你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具身体可是雄性。放心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要跟你打听点事。打听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的身份是什么？还有外面的那些武器，那些符文的雕像、壁画都归你指挥吗？这个呀，我转生的身份是失落文明亚特兰蒂斯的末代君主。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是亚特兰蒂斯的最后的核心区，这里的一切自然也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那些3楼、4楼的符文傀儡之所以没有攻击，都是我在感受到大姐头的气息后下达的命令，不然他们哪怕明知是死也会战斗到最后的。那这些东西你是不是都不需要了？既然没用的话，那就给我吧。各种武器、傀儡什么的，我绝对不挑。这个呀，好说，这里你看上什么了？随便拿。得到了许可之后，我立刻像是掉进米缸里的老鼠一般，立刻放出了自走机械大军，在金字塔里开始了大搜刮，各种物品，不管有用的没用的，全都装上车再说。当然，最让我欣喜的还是外面的那些能发射紫色射线的发射器，这些玩意的正式名字叫做符文等离子发射器，是一种亚特兰蒂斯基于等离子发射器的符文改进版本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东西在所有权被移交给我之后，我完全可以将其当作6级汽车通用配件来加装。我一口气直接加装了5台，将阿达兹多用途导弹、1130斤防炮都替换掉了，直接补全了升级所需的通用汽车配件的缺口。现在我距离升级也只差3个6级专用配件，外加1张升级图纸了。加装完毕之后，我心情大好，背着手在岛上溜达，寻找着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包带走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一抬头，看到了金字塔顶部那个还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塔尖。这是什么东西？
我好奇之下直接飞了上去，落到了塔尖附近。发现能量矩阵，能量矩阵金字塔能量的核心可以通过吸收空气之中的游离能量、阳光、风力等能量，将其转换成其他能量，供应金字塔运转，并具有大量的运算能力，可作为临时操控系统，可作为汽车的7级特殊配件。这东西不错呀，把这东西给我搬走。我招呼了一群自走机械飞了上来，一通操作之下，将巨大的能量矩阵直接拆了下来。怎么样，能不能用？很方便，算力又增加了不少。有了这部分算力的加入，破解速度会更快。对了，指挥官，临近空间技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，可以搭建起一个让人感觉到真实的第二世界。真的？让我看看。指挥官，请看。伴随着小爱同学的话语，一幅画卷缓缓在我面前展开。远处的雪山，近处的溪流，柔软的草地，一阵阵吹过的微风，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。我弯腰将手伸进了溪流里，一股凉凉的感觉，仿佛真的有水从指尖流过一般。旁边是一棵桃树，上面结满了桃子。我摘下了一颗，咬了一口，似乎真的有汁水在流淌，就好像真的吃了一口桃子一样。指挥官，临近系统的底层使用了梦境宝石和小块原石，因此在触感上可以以假乱真。只不过这个世界只能模拟感官，并不能补充身体能量，所以哪怕在这里吃的再多，也无法感到饱腹，还是需要在现实世界进餐。真的吗？这真是太棒了。指挥官，这不是缺点吗？当然不是，在临近世界中的玩家们可以不受限制的无限享用各种美食，完全不用担心是否会发胖，也不用担心是否会吃不下，这将是多么诱人的噱头。有了这个设定，还会怕那些玩家不来？对了，场景只有这一个吗？可以自行建造东西吗？能不能建造火？没有，我预设了很多场景。眼前的场景瞬间转变，脚下的草地变成了沙滩，前方的雪山变成了澄澈的海洋，一朵朵浪花涌来，在旁边还有遮阳伞和沙滩躺椅，甚至在小桌子上还贴心的放了一份芒果沙冰。接下来，小爱同学又演示了冰雪世界、梦幻游乐园等多个场景，全都仿佛是真的一般，至少我没发现有什么 bug。东西的话，暂时没有开放建造列表，不过已经开启了商城，玩家可以在商城里购买我们现有的所有的食物种类。指挥官，场景还是太少了，丰富一下元素。对了，最好加上签到、每日任务什么的，给点特殊奖励，暂时就定为特殊素材和珍贵材料吧，让他们养成每天都登录的习惯。还有，把创造生物的功能也加上，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创造自己喜欢的宠物，甚至是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另一半。对了，还有创意工坊模式，让玩家们可以自由地创造世界，随意设定世界内的一切，让玩家可以邀请其他的玩家来做客。如果其他玩家觉得好的话，可以点赞，每7天进行一次评比，获得赞最多的玩家可以获得现实中的奖励，一套简化版的电磁战甲。明白了。看着站在身边认真记录的小爱同学，我忍不住捏了一下她圆圆的小脸，一股真实的触感冲手指传递到脑海中。这触感好真实啊！把我上面的要求完成，然后就开始打包，利用后门加载吧，让那些玩家们好好的品尝一下我们的临近空间。小爱同学的动作很快，立刻就将第1版发了出去。随后，很多安装了临近空间的玩家就获得了这么一个提示：尊敬的玩家您好，您所安装的系统临近系统版本已更新，新增虚拟空间、临近空间，希望您能在劳累之余可以获得一个休息的港湾，祝您游戏愉快。不少玩家都是一头雾水，他们第一次遇到软件还带售后维护的，这些人纷纷点击进入了临近空间，然后他们就被临近空间内各种丰富的设定迷花了双眼。卧槽，感觉和真的一样，我刚才吃了一块巧克力蛋糕，和外面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哈哈哈，我终于玩到全息游戏了，少女卷轴，我来了。这里居然还能造人，真是太棒了！我是先造连母老婆，还是应该造胡桃堂主？上一次克隆人没钱，这一次终于赶上免费版本的了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这些玩家都在兴奋地探索着临近空间里的一切。根据小爱同学后台检查发现，新增用户多达1000多，自己一方临近系统覆盖率达到了90%，而对方的临近系统的覆盖率也达到了70%多。这几乎意味着我已经可以掌控战场上的绝大部分消息，成为了战场上的信息主宰。要不要趁机搞一波事情？就在我琢磨着要不要搞事的时候，小爱同学监听截获的一段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根据截获的信息，绯红女神麾下的那些玩家正在筹划一个大的计划，利用诱饵配合收买的内奸，将大批的玩家引入包围圈，然后用舰炮将那片区域覆盖，大批量杀死敌对玩家获得积分。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的话，至少能干掉1-2000名玩家，胃口不可谓不大。呵呵，既然你们想要布置口袋，那就布置好了，刚好也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你们了。咱们看看到底谁是螳螂。
谁是黄雀？我想了想，把信息压了下来，自己开着车率先向着埋伏的点开了过去。至于己方玩家那边，还是暂时不要通知的比较好。在一个狭窄偏僻的港湾里，停泊着大量的船只，这些船只五花八门，种类繁多，既有雷铁帆，也有大型军舰，既有风帆战舰，也有万吨的巨型超无畏战舰。在众多船只之中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艘巨大的海上堡垒。这海上堡垒足足有300多米长，200多米宽，数十层楼那么高，远远看上去如同一座小山一样。这堡垒通体都是由钢铁制造而成，船上到处都是各种炮位和机枪，船只的主体更是一座10层楼的堡垒，堡垒里安装了无数机枪，在最顶端还安装了一门600毫米口径的大型阵炮。看着那从炮位里伸出的非动力的炮，宛然如同一个巨大的钢铁刺猬。这不是上官大人的海上王座号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嘿嘿，你不知道吧？这次行动就是上官大人和大白舰队联合组织的，上官大人当然会过来了。卧槽，居然是联合行动！到底是什么行动能让这2大巨头联手啊？当然是大行动了。据说这一次是要将对方的主力一网打尽呢，说不定今天就能直接锁定战局了。峡湾里的船只越聚越多，临近中午的时候，已经聚集起了500条船，聚集起来的玩家多达2500人。附属的原住民更是以万来计算，整片峡湾内沸反盈天。已经中午了，行动怎么还不开始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人把他们拉到了一个频道里。我是这次行动的指挥上官墨白，你们的任务是伏击，在我的命令没有下达之前，任何人不准开火。但是，一旦命令下达后，所有人都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所有的炮弹都打出去，听见了吗？明白，知道了。大家跟我一起进入伏击阵地。在上官墨白的一声令下，峡湾旁的一块巨石忽然缓缓合拢，将峡湾封闭了起来。成百上千个隐秘的注水口开始注水，水平面开始缓缓抬升。卧槽，居然还有这种操作！这么隐秘的机关，上官大佬是怎么发现的？大佬果然是大佬，居然还能找到这种地方。我在这里半天了，都没发现有什么机关。众多玩家纷纷在频道里吹捧上官墨白，以求能进入上官墨白的眼，留下一个印象。万一以后有机会呢？说不定就能混进对方的队伍里，到时候就可以称霸一方了。我也通过灵境系统同步了解到了对方的动态，我将正在埋头翻译的干儿子武凤先拉了过来。这个地方你熟悉吗？我不太清楚，我平时都是待在核心区的，这里离核心区太远了，我不太知道。连自己的地盘都摸不清楚，啥也不是，给莉莉丝帮忙去吧。对了，字写的好看点，别跟狗爬的似的。我自己则继续绕着那片区域兜圈子，并把剩下的一架 RQ-180无人侦察机派了出去，在空中侦察，构建区域3维数字模型，分析情况。又过了3个多小时，注水终于停止，原本狭长的峡湾被打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封闭港湾。凭借高达100米的山崖，这些船只可以轻松地打到更远的地方，居高临下之下，能利用庞大的炮火将整片的区域夷为平地。而下面的其他玩家则很难利用普通的火炮打到他们，甚至连发现都很困难。这些家伙还真的打得好算盘，不过他们要怎么让那些玩家进入他们的伏击圈？利用这种地形优势，虽然让他们的射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但是却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能力。这些人会采用什么方式呢？天色渐渐暗了下去，就在太阳在快要落下山的时候，远处忽然响起了一阵轰鸣声。我望去，3艘白色的无畏舰冒着滚滚浓烟向前驱驶，而在他们的后面，航道2侧的公路上，车队如同滚滚洪流一样在后面紧紧跟随，不时响起一阵阵火炮声。前面3艘无畏舰上的浓烟更滚滚的飞烟几乎将船只笼罩了起来，让人看不清船上具体是什么情况。小艾同学，查查那边有没有灵境系统，监听一下是什么情况。明白。很快，监听的信号就被传了过来，嘈杂的频道声在指挥室里响起。哈哈哈，我又打中他了，这家伙可真结实。都打了3个多小时了，这船怎么还不沉？知足吧，这可是无畏舰。据说以前无畏舰打仗的时候，通常要互相射击大半天才能分出胜负呢。我们运气好，第一轮用导弹和火箭弹袭击了一轮，让他们受了重伤，不然得追击到明天才能见分晓呢。追这么长时间值得吗？怎么不值得？那件符文武器的威力你没看见？谁得到了以后在区域内也能横着走了，哪怕弄不到符文武器，吃点积分也不错了。你算算，这一轮伏击下来，你吃了多少积分了？大哥教训的是，大家都打起精神来，用流散弹，争取多干掉几个人。车队的炮击更加密集了。与此同时，前方跑着的无畏舰的指挥室舰长舒尔茨则是一脸的阴郁。他这次和上官墨白一起联手，准备将敌对阵营的玩家一举剿灭。他的任务是带着他的大白舰队和一些小喽啰去做引蛇出洞的工作。原本计划的很好，
可是没想到，对面玩家的准备工作和实力远超出了他的想象，一轮火力覆盖之下，损失惨重。舒尔茨舰长，前面就是预定的伏击区了，我们损失这么大，上官大人会不会把我们也当作目标，一起干掉啊？放心，之前为了吸引那些玩家追击，我没有开启全部的防御系统，否则就凭借这些家伙还想让我受伤。上官那个家伙遵守承诺也就罢了，不过他想要赖账的话，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可是他要是把好处都吞了，不分给我们怎么办？吞了，那岂不是更好？他吞的那些，迟早也都将会落入我的手中。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先寄存到他那里的，我迟早会让他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峡湾炮台之上的上官墨白也发现了滚滚而来的车队，把射击参数发下去，命令所有人准备开火。对了，把舒尔茨那家伙也划到射击覆盖区域内。可是舒尔茨大人会不会事后追究啊？他追究谁？乱战之中，不知道哪个玩家慌乱之间输错了参数，把炮弹打歪了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况且，如果你们打得准一点，舒尔茨就不会当面朝我质问了，不是吗？明白了。这些对话都被我监听了的七七八八。哈，都准备动手了，那也到了我上场的时候了。小艾同学，做好准备，给他们好好的上一课。明白。开火。伴随着命令，300多条战舰火炮起舞，巨大的火炮声响彻云霄，铺天盖地的炮弹砸向了预设区域。小伙伴们，13公路求生已经更新1年多了，感谢所有陪伴13到今天的粉丝。由于小说实在太长，后面的剧情也和公路求生这个主题渐行渐远了，所以13公路求生更新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对后面剧情还感兴趣的小伙伴，可以去小说平台观看，书名放在评论区了。非常感谢这1年的陪伴，我一直记得粉丝宝宝们对我视频的喜爱，祝你们能开心生活，和13一样在生活的游戏里乘风破浪，越战越勇。再见了，小伙伴们。